去寺庙祈福，半路救下一位老夫人。临走前，老夫人送我一串红绳，说能祝我得个好姻缘。我正准备戴上，眼前却突然出现一串串字幕，快戴上，这可是绑定男女主的姻缘绳，亲测有效哦。男主娘专程来挑儿媳妇的，一眼就看中了女主呢。戴上红绳后，女主就会对男主一见钟情了。虽然男主一开始不喜欢女主，但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，女主会用真心感动男主的。日后男主做了丞相，还给女主请封了一品诰命呢。是啊，女追男可甜，可有看头了。虽然女主现在有心上人，可她那个心上人是短命鬼啊，马上就要死在战场上了，我们男主才是女主的正缘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红绳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树妹忽然凑了过来，阴阳怪气道：明明是我们一起救的人，那老夫人怎么只送阿姐？那老夫人的儿子还是新科状元呢，怕不是相中了阿姐做儿媳。可惜了，他不知道阿姐早就定亲了，要嫁了还是个粗鄙的武夫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今日我是来为未婚夫上香祈福的，只是路上遇见了一个坐在路边的老夫人，我见她神色痛苦，便主动下了马车询问。得知她也要去相国寺上香，却不小心在路上崴了脚，又是孤身一人，正发愁如何是好。既如此，便好心捎她一程，带她一同去相国寺，又让下人去寻她的家人，到时候直接去相国寺接人就行。谢宁芳是我的庶妹，一开始还对我邀请陌生人上马车颇为不满，可当听说老夫人的儿子是新科状元郎后，便立刻殷勤起来。一路上都是她在恭维老夫人，明里暗里打听对方那个状元儿子。我知道她这是看上人家了，可我也懒得管，左右都随她去。只是没想到下车临别前，老夫人给了我一根红绳，说能祝我得一段好姻缘。我本来没当回事，只以为是老人家的美好祝愿，又想起心里那个人，便起了带上红绳的心思，却不成想眼前突然出现了那一长串的字幕。这里可是佛门清净之地，那字幕虽出现的诡异，但想来不会是什么精怪害人之物。我不由信了6-7分。正好谢宁芳又阴阳怪气，还故意贬低我的未婚夫。心思急转之下，我随即抬手直接将红绳系在了他手腕间。妹妹说的哪里话，我既然已经定亲，倒不好再收这般寓意非凡的礼物。适才我见妹妹与那老夫人相谈甚欢，想来也是有缘，如此便转赠给妹妹吧，只盼妹妹也能早日喜结良缘。我笑吟吟开口，动作却十分迅速，甚至还给红绳打了个死结。啊，不是，就这么给出去了，女主你糊涂啊，这样不就把自己的正缘给出去了吗？撮合女配和男主干什么啊？应该没事，反正只是女配单方面喜欢男主而已，男主又不喜欢她，本来男主就讨厌死缠烂打的人，女配这种一心想要攀高枝的人根本就没有真心，男主绝对不会喜欢她的。包的，男主一开始也是讨厌女主的，就有点像香芹和直树那种笨蛋勇敢追爱 CP， 是女主一直付出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，男主被她的真心打动才开始宠妻的，女配这么爱慕虚荣，哪里比得上女主啊？字幕还在不断出现又消失，很多内容我都看不懂，可我心中不免生出了疑惑，这红绳真的那般神奇，只要戴上就能让谢宁玉爱上那状元郎吗？看着正摆弄着红绳，面露得意之色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的谢宁玉，我试探性问道：妹妹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是已经有了心悦之人，若真的有，不妨早日定下，父亲这般疼爱你，定然会为你选个好夫婿的。谢宁芳想也不想便开口，父亲自然是最疼我的，我要嫁就嫁世上最好的男儿。新科状元郎虽然不错，就是可惜官位太低，没个10几20年出不了头，到底还是比不上真正的高门大户王公贵族。姨娘说了，过了年宫中就要选秀，我这样的品貌生来就该去富贵窝里享福的，一般人可配不上我。就好似那个姓易的武夫，本事再大又如何？5大3粗看着就傻不愣登，哪里配得上我？幸好父亲疼我，我只哭闹了2句就不逼我了，就是可怜姐姐你哦，只能捡妹妹不要的。
谢宁芳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自大，一心想着攀龙附凤，丝毫不见对那新科状元郎有什么倾心之意。是这红绳没有字幕里说的那般神奇，还是字幕本就不准？我心中反复斟酌着，面上却只是淡淡一笑，并没有将谢宁芳对我和易启清的贬低放在心上。武夫又如何？只要易启清对我是真心的就足够了。谢宁芳只知道易启清是个7品的总旗，小小武官，只因意外救了父亲一命，才得了父亲的嫁女承诺，却不知道易启清本就是为了我才救下父亲的。从头到尾，他想求娶的都是我，甚至是为了我才选择从军，想要为我拼一个体面的诰命出来。只是阴差阳错之下，父亲想要把他这个前途无量的好夫婿定给偏疼的谢宁芳。幸好谢宁芳被他姨娘日日念叨的荣华富贵迷了眼，看不上易启清，这才叫我们能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定亲后，易启清又着急回了军营，临走前，他跟我说他已经得了将军的赏识，这回要跟着将军上战场，到时候一定能多多立功，争取给我挣个更高的诰命。这次来相国寺，就是特意为他上香祈福的。可偏偏那些字幕说易启清会战死沙场，还是以最屈辱的方式死去。有人通敌，导致蛮夷大举进攻，城内士兵死守城门，最终还是无果，百姓被那些敌人俘虏，逼将士们下跪投降。他们降了，可如此还不够，那些蛮夷将将士们充作牲畜，开始了狩猎。为了给将军一个体面，易启清死守着将军的尸身，被万箭穿心。可他不该是这样的结局，那一城的将士都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我将红绳赠给谢宁芳，也有测试字幕所言真假的考虑在。现在证明红绳之事不准，可易启清的事，我还是难以放心。只想着赶紧上完香，好去寻易启清，叮嘱他千万小心。这般想着，我越发着急地催促谢宁芳，想要早些回去。却不成想，刚跨出相国寺的大门，就又碰见了那个老夫人。她扬起笑脸，拉着我的手，刚想开口，下一瞬却脸色巨变。姻缘红绳呢？你怎么没带上？尖锐的喊声让我耳朵一痛，不由自主甩开了他握着的手。谢宁芳趁机献殷勤，凑过来扶了他一把。老夫人看到了谢宁芳手腕上的红绳，立马握住他的手就要往下扯，动作粗鲁，将谢宁芳的手臂扯得发红。你疯了吧？好好说话不行吗？还要动手动脚？谢宁芳自小娇生惯养，被这样对待也恼了，直接大声喊叫挣扎起来。只是没想到那老夫人根本不搭理，一心和那死结磕上了，定要将它解开。不是你，怎么能是你？应该是你姐姐。老夫人神神叨叨的，可她的话却让谢宁芳直接炸了。谢宁芳最爱和我比，我有的她必须有，我没有的她也要有。如今状元郎的亲娘看中我，却不在意她如何能接受？当下也顾不得再维持自己的体面，猛地推开了老夫人。老夫人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却又被人稳当扶好。来人正是他的好儿子，字幕口中的男主林霞。男女主初次见面，恭喜，虽然过程出现了一点偏差，但结局不变就行。谁懂啊？这个挪不开的对视有多好可爱，趁着现在有恶毒女配做对比。女主宝宝赶紧展现自己的温柔善良、大方体贴啊！我盯着面前浮现的字幕，一时间沉默不语。林霞确实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，可这样的文弱书生，在我心里却是万万比不上易启清的。我敢肯定，自己对他没有一点心动的感觉。可我身边的谢宁芳就不一样了，方才还满脸怒容的他，如今眼里只看得见林霞一人，脸上带着羞涩，全然一副见到心上人的模样。公子，我不是。完喽，女配坠入爱河喽，这姻缘红绳的效果是真的立竿见影啊！这姻缘红绳是一对的，本来是男女主各一根，男主的占主导地位，只要见一面，就能让女主对他一见钟情，非君不嫁。可现在男主手上的戴得好好的，女主的却戴到女配手上了，出这么大 bug， 剧情这是彻底崩了吗？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原来如此，光戴上红绳还不够，还得2根红绳的主人正式相见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
看谢宁芳如今这恨不得贴在林霞身上的模样，我不得不相信字幕内容的真实性。那么，易启清真的有危险？当下我也顾不得许多，只想赶紧脱身去寻易启清。可林老夫人却死活拦着我，不肯让我走。这姻缘红绳是我送给姑娘的谢礼，回头想想，送这样的礼物实在简陋，便想取回来，一时情急，还请见谅。林老夫人一心想把谢宁芳手上的红绳取回来，甚至提出改日再登门拜访，送上大礼感谢我们姐妹。男主老娘还真是认准了女主，都这样了，还想把姻缘红绳拿回来，重新找个理由送给女主。嗨，男主老娘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等女主嫁过去了，也没少折腾女主。他其实就是看不出女配庶出的身份，觉得女配的嫁妆肯定没有女主的多。可不是吗？女主家可是皇商，家财万贯，男主家里清贫得很，男主娘只能帮他找个有钱的媳妇喽。而且商户之女也好拿捏，等嫁过来就能用女主的嫁妆全力帮持自己儿子。算盘打得可精了，如果不是男女主爱情好磕，我都看不下去。会说多说，偏心的爹，病重的娘，破碎的家庭和小可怜的他，难怪需要男主来拯救。放心吧，等嫁给男主后，你一定能苦尽甘来，幸福完美的。原来如此，只不过林老夫人这回可是打错算盘了。我爹从来都是个宠妾灭妻的主，他最疼爱的也是谢宁芳。可以说，我除了占个嫡出名头，什么都比不上谢宁芳。至于我的嫁妆，我爹只按规矩置办了一些，大头都是我母亲当年的陪嫁。反而是谢宁芳，我爹早早给她置办了足足108台嫁妆，可比我丰厚多了。眼看着如今谢宁芳已经对林霞一见钟情，非君不嫁，林老夫人却对她有所误会，我自然要帮一帮她。林老夫人，都说礼轻情意重，我们姐妹也只是帮了您一个小忙，哪里就需要重礼酬谢了。我妹妹虽是庶出，却心思纯净，最看重心意，也正是因此，我父亲历来最疼的就是她，什么金银珍宝全往她屋里送，连我也比不得，可她却从来不爱。偏偏如此这般喜爱您送的姻缘红绳，就是看中您的心意，这是你们的缘分啊。话未说完，林老夫人的脸色就变了。你这妹妹，当真这般得你父亲宠爱？林老夫人态度如何与我有什么无关，我只想早些离开。易启清不日就要启程奔赴战场，若那个内奸无法及时找出，结局还是无法改变。我直接抛下那几人，上了马车匆匆离去。至于谢宁芳，他应该会感谢我给了他更多与林家人相处的机会。赶到易家时，易启清正在收拾包袱，准备着要启程的东西。见我来，眸子里满是欣喜。怎么来了？今日不是岁末樊城必有一战，且城破人亡，众将士无一人生还，你信我不信？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易启清原定的结局，打破了他脸上的笑容。不止他，还有那些字幕纷纷都在惊讶我的预知能力。我顾不上解释什么，直接告诉他有内奸，或是来自军中，或是来自朝中。能接触到布防图和熟悉樊城的人不多，只要仔细排查，定然能避免这场灾祸。原本我想过是否要以隐晦的方式提醒他，可我放弃了。隐晦的方式太浪费时间。因先帝时期有人摆弄巫蛊之术，差点覆灭了整个皇室，经上登基后严禁此术。我这般说出未来会发生的事，必然会被人猜测。可我不得不说，易启清是除了我娘之外我最在乎的人，我不能让他出事，更不能让那一城的将士因为我害怕暴露自身而枉送了性命。易启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面色十分凝重。在我说完后，他立马起身查看四周。一家不在主街，可周围多的是闲杂人等，再偏僻也怕有人听墙角。确认无人后，他立马抓住了我的手，满脸严肃。此事我已经知晓，定会告知将军多加注意。今后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也从未告知过我，好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心里也不禁涌起一股暖意。好像这个男配也不错，对女主是真的担心啊，为什么不能两个都收呢？谁让他是男配呢？就是用来意难平的，死前都还在看月亮。月亮，我心一颤，
这是我和他的约定。若是想念对方，就抬头见月。我们沐浴在同一片月光下，以月华寄相思。这样好的他，不该是那样的结局。我连忙将今日求得的平安符交给易启清，他看着手中那个红色小布包，眼神软了下来，没有再顾及礼仪，张开双手将我抱了满怀。平安，一定要平安。我闭上了眼许愿，甚至为了防止那些字幕所说的事情发生，没日没夜赶制护心镜，好不容易才在易启清出发前送到了他手上，只希望能为他多添一份保障。可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，前线还是传来了噩耗，樊城之战提前了。这一战战况惨烈，将士死伤大半，而易启清直到军报传回都城的那一天都没有寻到人，他失踪了。我刚要提笔给他写一封家书，陡然间收到这消息，半天没能回过神来。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提醒了他，明明能够改变的。阿玉，手腕上传来温热的触感，回神时娘正担忧地看着我，书案上的信纸已经滴下了墨点，如同血渍一样。我迅速揉成一团，当作看不见。娘，没事的，你快去休息吧。他说好来年春日娶我的，他是个遵守诺言的人。我安慰着娘，搀扶着她躺下，可说出口的话却不自觉带着颤抖。娘那枯瘦的手抹挲着我的眼角，轻轻拍着我的背叹息，是娘拖累了你。她说这话让我的眼睛又是一酸，连忙扬起了笑容。怎么会，没有娘就没有我啊。娘还怕我做傻事，要我夜里陪着她睡。感受着娘双手的温暖，我没有拒绝。可后来每一天我都在想，若是我拒绝就好了。谢宁玉，你是不是贱？一大早，谢宁芳怒气冲冲踹开了我娘的房门，门外那两个丫鬟根本拦不住她，一进门就大喊大叫，还踢倒了凳子，打碎了花瓶。本就浅眠的娘被惊醒，我瞬间怒不可遏，当即一巴掌甩到了谢宁芳脸上。这大半月我都待在自己的院子里，默默等着消息。偏偏谢宁芳还要上门挑衅，说着她与林霞之间的进展，说着自己要成为状元夫人，日后定能够飞黄腾达，成为一品诰命夫人。面对她的挑衅，我都一律漠视。没想到昨夜我歇在娘的院子，她还是上了门，甚至变本加厉。这里不是你可以发疯的地方，要发疯就滚回你院子发疯。我怒不可遏地指着门外让她滚。谢宁芳被我打得一时间呆愣在了原地，可下一秒却爆发了尖锐的喊声：你敢打我？谢宁玉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只是占着嫡出的名头。你以为你能炫耀到什么时候？等你娘死了，我娘就是唯一的谢府夫人，我就是谢府的嫡出小姐，不像你，没人疼爱。不是，女配这么嚣张，跟疯子一样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因为男主娘今天来提亲了，但是提亲对象不是她，而是女主。女配脸都绿了，自然要来找女主的麻烦，大闹特闹喽。啊！男主娘终于清醒了，不再重视钱财，而是选择娶妻娶贤，要男主娶女主吗？喜大普奔？才不是！男主娘是知道了女配的娘是青楼出身，嫌弃女配娘不干净，觉得男主会被带坏，就果断放弃了女配。而且女主毕竟是嫡女，就算不受宠，也肯定有丰厚的嫁妆。其实她想让男主把两姐妹都娶回家的，但是吧，你懂的，读书人最看重名声，她就决定让男主先娶女主，后面再纳妾让女配进门。难怪谢宁芳会如此生气，但这也不是她能来我娘的院子闹的理由。我皱眉正要继续动手，身后却传来了娘剧烈咳嗽的声音。我赶忙上前搀扶，娘勉力止住咳嗽，勉强起身面对谢宁芳。那二姑娘现在就可以去外面喊一嘴，还可说你盼着嫡母早死，看二姑娘的如意郎君还敢不敢娶你。一句话就捏住了谢宁芳的死穴，她死死咬着牙关，眼里浮现了怒色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病秧子，觉得自己快死了，就想让自己女儿嫁好人家是吗？你也不看你女儿配不配。那个武夫如今生死未卜，我看就是谢宁玉克夫，把人克死了。未婚夫尸骨未寒，现在又看上我的夫婿，和妹妹抢男人，真是主母教出来的好女儿。他一把将木架上的花瓶摔在地上，
瓷瓶迸裂，淌了一地的水，那鲜艳的花也因外力半半掉落。你是个病秧子，你女儿是个克夫命，全都去死好了，苟延残喘干什么？想要拖累谁吗？谢宁芳的话对娘来说无异于插进心口的刀，她一直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，让我处处受制，又不得父亲宠爱。如今我好不容易找到个如意郎君，又下落不明，让他如何能接受？阿玉嗨嗨咳，娘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只咳出一大口鲜血，而后身子软倒在了地上，脸上惨白一片。娘，我恨不得将谢宁芳碎尸万段，却也只能让下人快去喊大夫。门外2个丫鬟也着急不已，却被人喝止在原地。好几年没有踏进娘院子的父亲出现了，林家人已经在前厅等着了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没有看见娘正在吐血吗？我要请大夫。若你不请，就滚出娘的院子，我要守着娘。那林家谁爱嫁谁嫁。父亲面色一寒，警告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才转向我怀里口吐鲜血的娘，冷漠道：想要治病可以，你和我去前厅，老老实实签下婚书，否则就让你娘死在这里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会冒险替你去请大夫？刘姨娘早就等在了前厅，被她殷切招待的正是林老夫人和林霞。正厅中央放着的，则是带着红绸的聘礼。见我来了，刘姨娘还不得不挤出笑容，将我拉到近前。瞧，大姑娘这不是来了吗？她带着我转了一圈，仿佛我是一件任人挑选的物品。不错，只是大姑娘见着倒是比先前憔悴了不少。要我说呢，一些不重要的人与事过去了便过去了，不必一直挂怀，藏在心底容易生疮，坏了自己也坏了他人，不是？林老夫人牵起了我的手，以长辈的姿态向我传授着她所谓的人生经验，想要以此来劝说我。我知道她想说让我忘记一起亲，嫁给她儿子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可此刻我只念着我娘。温热的血仿佛还在我指尖，无论我怎么擦，娘口中的鲜血都止不住。死这个字第一次离我那么近，触手可及。若要我说，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该丢了就丢掉，向前看，前方才有更好的，不是吗？我忽地冷下了脸，猛然抽回了手。不劳林老夫人关心，不也用麻烦您用那自己都活不明白的人生来同我讲劳什子的大道理，该如何我自己明白。谁也没想到我会突然翻脸，反正我也只是答应了他们来见人，并不是一定要定下婚事。林老夫人的脸色也不好看，直接撤回了手。看来谢府的诚意也不如何，我儿乃新科状元，多少人想绑下捉婿，我儿都没答应。如今不过是看在你曾救助过我这个老婆子的份上，才来上门提亲，否则你一个商户女，又如何能高攀上我儿？母亲，既然谢大小姐无意，我们便走吧。一直没有说话的林霞忽然开口，她冷着脸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就想离开。父亲怒视着我，连忙上前挽留。刘姨娘也装模作样劝解林老夫人，只是眼里的幸灾乐祸都快溢出来了。谢宁芳更直接，凑到了林霞身前，大胆推销自己。林公子，我姐姐不想嫁给你是她眼瞎，那你可以看看旁人。与其娶一个冷血无情的人未来做对怨偶，不如选一个真心实意待你的人。那日初见，我便对林公子一见倾心。难评，这红线的作用这么垃圾吗？怎么女配说的？和原剧情里女主说的差不多，还是那一套说辞。突然感觉我吃的是工业糖精了，呸呸呸！别说了，瞬间萎了。原本还以为那是男女主之间感情的催化剂，结果没想到是个傀儡戏，全特么是操控的，瞬间下头了。男主不是也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就是个美美隐身的既得利益者啊，相当于剥削了女主的钱财、身体，把自己打造成好丈夫、好儿子。哇塞，这是什么恶心男主？我望着正在审视谢宁芳的林霞，一股恶心反胃感涌上了心头。又是一个和我爹一样的男人，就算我再三反对，我爹还是不肯放弃林霞这个在他看来十分优质的女婿人选。林母铁了心不要有个继女娘的庶女谢宁芳，这桩婚事终究落到了我头上，甚至定好了日子，5日后定亲，半个月后出嫁，这是近期最好的2个日子。而他们这么着急，是因为我娘命不久矣。大夫来诊断过，
我娘只剩最后1个月的寿命，无药可医。她能做到的，只是让我娘去世的时候轻松一些，少受些病痛折磨。而我爹只是想着要在我娘死前赶紧将我嫁出去，这样就能免去3年孝期，拴住他的好女婿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为了你自己，面对利益，哪怕你最喜欢的女儿谢宁芳也排不上号。我说了不嫁，若你非要我嫁，那后果自负。混账！谢宁玉，你竟然威胁自己的亲生父亲！我就告诉你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他被我气走了，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让人看好我，一步都不许踏出院子，又拿我娘来威胁。我决一次时，便断我娘1日的药。他就是要让我屈服。这爹去死吧！果然人品没有最下限，只有更下限，哪有这样的父亲啊？太恶心了！女主娘都要死了，还要逼女主嫁人，真是疯了。男主也不是什么好货，就是披着一张言情皮的凤凰搂男，和女主爹一样，难怪2个人臭味相投。一想到女主被逼着嫁给男主，我就恨不得砍死他。这样的家也没有必要待了，就是不知道女主会怎么做，她娘肯定也是希望她离开的。可对我而言，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，不管是哪里。我垂眸，不断用清水洗着双手。自那日后，我时常觉得手中温热黏腻，非得在水中将食指搓得通红胀痛才能消散。原本洁白的食指上很快布满了血丝。我爹直接喊来大夫，可这是心病，同样无药可医，只能用药稳定情绪，让我四肢乏力，不得动弹。他企图这样控制我，将我押上定亲宴。只要能顺利定亲，那我能不能行动自如也无关紧要，只要我在，他们就能如愿。我坐在那，看着定亲宴上所有人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笑声一阵又一阵，听久了更像是野兽的嚎叫。所有人都在等着主人公的进场，可左等右等，那些野兽渐渐不耐烦。刘姨娘自诩官家能力顶尖，自然不会让宾客不快，招呼着下人立马去催一催。很快下人就惊慌失措地回来了，刘姨娘原本无懈可击的笑容也一点点碎裂。我慢慢从座椅上起身，怎么了，刘姨娘？吉时都快到了。我爹、林老夫人、林公子，哦，还有宁芳，怎么还不出现呢？我轻笑道，姨娘，怎么能让各位宾客一直等着呢？咱们一起去催一催吧。刘姨娘对我怒目而视，是你，全是你做的。我强硬地拉下了柳姨娘指着我的手，把她扯到了身前。是我又如何？你阻止不了的。就如我所说，刘姨娘根本阻挡不了那些好奇的宾客，而我更是死死拉着她不放手，让她连搬救兵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些听她话的丫鬟们也没了主见，更不敢拦着这些非富即贵的宾客。在我拖着刘姨娘进入后院的时候，宾客们爆发了轰然喊叫声，他们喊着失礼，喊着非礼勿视，眼睛却瞪得一个比一个大，生怕自己错漏了什么。刘姨娘还在不停挣扎着，她不想看见那一幕，可我偏不如她的愿，强硬拉着人就往房里走。亲耳听比不上亲眼瞧见，何况还有我扒拉着她的眼睛，让她躲都躲不掉。我靠，辣眼睛！为什么还有一对中年人？居然是女主渣爹和男主蠢妈，一刺激就是刺激5个人，这招绝了。我要是女主也会这样，真的，只能说干得漂亮，这些人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滚开！都是假的，我不相信。刘姨娘绝望嘶吼喊叫着，想要欺骗自己，却不得不接受现实。而屋内那不断耸动的4个人也在嘶吼声中逐渐清醒过来。他们在看清自己身边的人时，同样发出了惨叫。父亲是4人中最快冷静下来的，还想要安抚其他3人。别怕，我们还能补救，对，还能补救。不能哦。我笑着开口，打破了他们之间古怪的气氛。那4人看着我挟持着刘姨娘出现，纷纷变了脸色。而大场的门外，黑压压的人群，想让人忽视都难。快关门！别看！床上那4人纷纷抢夺起了被子和衣服，企图掩盖自己的陋行。又是一阵惊惶失措的尖叫，于我却如仙乐。我欣赏够了4人的丑态，这才大发慈悲放开了早已癫狂的刘姨娘。
他立马扑上去撕扯着我爹的衣服，又扇了他身边的林老夫人好几巴掌，场面一度混乱，而我大声笑了出来，笑得酣畅淋漓。哇，女主是真的疯了，能干出这事，自己的名声也是不要了。好好一个女主宝宝就被这群畜生逼成了这样，真该死啊！他们贱人，是不是你？林霞身后的谢宁芳对着我厉声喝道。我失去了眼角大笑的泪。怎么会是我呢？我的好妹妹，说话要讲证据啊！他们没有证据，只能在那里无能狂怒。今日之后，谢府的面子里子都丢尽了。他们还在辱骂我同归于尽的手段太过不留余地。余地，哈哈哈哈！我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五人。在我娘死了的那刻，我和谢府再无转圜余地，只有不死不休。娘死了，在我被囚禁的第2日，她不肯再苟活1个月，带着对我满满的歉意和愧疚自尽。我好不容易翻出院子，看到的却是娘不住的口吐黑血。阿玉，是娘对不起你，娘吃了半生，毁了半生，到头来误的是我的阿玉。娘说她患的根本不是病，而是被人下了毒，能让她悄无声息中毒的，只有枕边人。你飞吧，飞出这牢笼，落在你该歇的枝头上。他的手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滑落在了我手中，轻如落叶，重如青山。我呼吸一滞，呆愣在了原地，不知多久。我娘的仇，我会自己报。那日起，我就打定了主意要他们死。所幸我在府中经营多年，还是有些忠心的人手的。我爹命人给我灌下的让我四肢疲软的药，早就被我换了。我假装不知道我娘已死，做出一副受制于人，不得不服从的姿态，只为瞒天过海。又特意选在今天，将我爹、谢宁芳、林霞、林母4个人凑在一起，给他们下了药。也懒得管闹出的丑事会有多大，我只想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只要你们能付出代价，其他的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声音阴哑，狠狠盯着为首的谢敏静，他还在叫嚣着要将我除名，要把我赶出谢家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，谢敏静，你觉得我只做了这点事吗？在他难看的脸色中，大理寺卿带着一群官差出现了。罪人谢敏静，经查实修建秋水行宫时，谢家商行提供的建材存在大量以次充好现象，罪证充足，陛下特令将谢家一干人等捉拿归案。大理寺卿走进屋内，看着满屋子的荒唐时，难得卡壳了。可圣上下令要把人即刻抓走审问，他便也顾不得什么，给他们几个一人一件衣服了事。见到官差，林老夫人立马就变了脸色，还想极力撇清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林霞却是铁青着脸，躲在角落一言不发。今日之事太过荒唐，他已经名声尽毁，就算能逃过这次的牢狱之灾，往后的前途也尽毁了。不同于其他人的喊冤反抗，我的顺从让官差诧异。哎，女主根本不想活了，娘死了，心上人大概也死了。唯二2个给自己温暖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是因为自己而死，不抑郁才怪。他现在只想死。妈的，都怪渣爹和男主，没有他们根本就不会把女主逼成这样。她这么小，就应该是个在娘亲怀里撒娇的小姑娘，呜呜，这样挺好的。本朝对贪墨之事向来都是从重处罚，更何况行宫是给皇帝用的，我爹摊到皇帝头上，抄家灭族都是小事，我大概率也是个死。我抬头看了一眼蓝天，只是在遗憾，现在怎么不是晚上，见不着月亮了。玉成打开牢房时，我正透过小小的窗户望着外头的一轮弯月。隔着走道，谢宁芳疯狂嘲讽第一个受刑送死的人是我，大骂我活该。可事情没有如他所想，玉成竟然恭敬地朝我行礼。这段日子辛苦姑娘了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余光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我僵在了原地，生怕是自己看错了。那个人一点点走近，站在了我面前。卧槽，神人，男二没死，女主宝宝有希望了。呜呜呜，第一次我希望男二战胜男主，快点把女主带出黑暗吧。阿玉，我回来了，这段日子是我没有护好你。易启清满眼心疼地看着不断颤抖的我，只能不断说着抱歉，将我牢牢抱在怀中。我死死抓着他的衣领。阿义，我娘死了，
我没有娘了。在他的怀抱中，我才敢放声大哭。一时间，大狱里只有我凄厉的哭声。他将我带离大狱，看都没看一眼，还在拼命呼喊着救命的谢家三口。我哭得累了，只能埋在他胸膛啜泣。易启清说，他们其实已经揪出了内奸，但内奸不止一个。幸好的是，另一个内奸还未曾接触到更核心的军务，只能仓促发动攻城信号。而他和将军一起假死，就是为了让蛮夷松懈，也让那些有一心之人松懈，从里到外一网打尽。等战事一了，他便得知了谢家的事，匆忙赶了回来，用军功向皇帝保下了我的命。其实因为我的大义灭亲之举，皇帝本就不想杀我，可以子告父是大不孝。有些迂腐的官员极力要求皇帝处死我，皇帝一时犯难，正不知如何处理，易启清就及时赶回，先寻来家中中仆，陈述了谢敏静下毒杀妻一事，力证我状告生父是情有可原，又心甘情愿用所有军功换我一条命，这次保下了我。至于谢敏静，她逃不了砍头的刑罚，刘姨娘和谢宁芳则沦为官妓。对谢家的判罚，我没有异议，只是我又重新跪了下来。陛下，草民要告发状元林霞与母亲使用巫术害人，他们谁都别想逃。圣上对巫蛊之术甚是忌惮，听完我的陈述后，立刻传来了谢宁芳和林霞，当场命人用刀划开了谢宁芳手腕上的红绳。下一刻，林霞呕出了一口血。谢宁芳见状，一开始还心急万分，一心念着情郎，可很快他的脸色越来越奇怪。他迟疑地看着面色苍白的林霞，不停摇头，而后抱着脑袋惨叫出声。等平复下来，谢宁芳的眼里已经没有爱意，只有无边的愤怒。他朝着林霞破口大骂，甚至冲上去对着林霞又抓又挠。那根红绳也被青天剑的人检验，内里有头发和咒语，确定是巫术无疑。证据确凿，圣上大发雷霆，直接判了林母和林霞死刑。行刑那日，午门很热闹，有看热闹的，也有拿着碗等着接头颅掉下后喷出的热血，用来治病的。而我站在高处，将法场上的一切看得清楚。咚咚，人头落地，一切终结。天边还在翻腾的字幕也开始渐渐淡化消失，只留给我最后一句话：谢宁玉，一定要幸福啊！我在心中默默说了一声谢谢。随后，我伸手握上了易启清的手，准备同他一起去祭拜我娘。娘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用担心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